你刚穿越到80年代，一睁眼竟被五花大绑扔在地上，不仅要背上偷木头的大黑锅，还要面临10年牢狱之灾。周围人都在逼你认罪，可你不但没慌，反而冷笑出声，只因你脑海里刚刚觉醒了万物雷达系统，即便大雪覆盖了所有痕迹，只要你一开透视，雪地底下的猫腻全看得一清二楚。一只粗糙的大手重重拍在木桌上，震得搪瓷茶缸直响。王大彪吼叫说：“陆远山少在这儿装死！昨晚厂里丢的那批特供红松，就是你小子偷的，赶紧认罪，争取少蹲几年！”吼叫的男人叫王大彪，裹着件油乎乎的绿军大衣，满脸横肉，唾沫星子乱飞。陆远山倒吸一口凉气，原主的记忆全涌上来。他现在是大兴安岭林场的伐木工，昨晚轮到他在3号伐木场值夜班，结果后脑勺挨了一闷棍，醒来就被绑得结结实实扔在林场办公室，成了偷木材的贼。偷国家财产可是重罪，弄不好得进去蹲个10年8年。这王大彪平时在林场就横，现在摆明是自己偷的还赖别人，拿他当替罪羊。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一道机械音直接在陆远山脑海里炸开。山货雷达系统已激活，当前扫描半径50米，功能是透视地形、识别物品、溯源信息、过滤一切杂质。陆远山冷哼一声，有这系统在，他能替这头肥猪背黑锅。办公桌后面，林场李主任黑着脸，大口抽着旱烟。李主任说：“远山啊，这批红松可是要往上头送的紧俏货。王大彪亲眼看见你半夜在木材堆附近偷偷摸摸，你要是再不交代，我只能叫保卫科的人来，直接把你送进去了。”陆远山手腕用力，挣脱了本来就绑得不紧的麻绳，他站直身子，冷冷盯着李主任。陆远山说：“李主任，木头不是我偷的。”王大彪纯粹是满嘴喷粪。王大彪一听，急得直跳脚，脸上的肥肉跟着乱抖。王大彪骂说：“你个小兔崽子还敢嘴硬！我2只眼睛看得清清楚楚，你还想赖账？”陆远山看都不看他一眼，盯着李主任继续说。陆远山说：“主任，一根红松几百斤重，昨晚丢了整整5根，我没车没马，连个板车都没有，我怎么把木头弄走？靠肩膀扛吗？我又不是山里的黑熊。”李主任夹着烟的手顿了一下，眉头皱起来，这话在理，靠人力根本弄不走那么多大木头。王大彪一看李主任犹豫了，赶紧扯着嗓子喊。王大彪说：“你肯定有同伙，主任别听他狡辩，这小子一肚子坏水，先把他关起来再说。”陆远山转头看着王大彪，眼神像刀子一样，说：“闭嘴吧你！”陆远山说：“你不是说亲眼看见我了吗？行，咱们现在就去3号伐木场，我要是找不到证据证明清白，不用你们绑，我自己走着进去。”王大彪身子挡在门口，死活不让开。王大彪说：“去什么去？外头下了一夜大雪，脚印早盖没了，你就是想趁机开溜。”陆远山往前逼近一步，直接撞开王大彪的肩膀。陆远山说：“你没干亏心事，你怕什么？”李主任把烟头往地上一扔，踩了一脚，都别吵了，去伐木场。陆远山，你要是敢跟我耍花样，今天这事儿没完。3人推开门走出去，东北的冷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地上积了厚厚一层雪，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到了3号伐木场，空地上除了乱糟糟的锯末子和被雪盖住的轮胎印，什么都没有。王大彪双手插在袖筒里，得意地撇着嘴。王大彪说：“看吧，看个屁！你能看出朵花来？赶紧认罪得了。”陆远山没搭理他，直接在脑子里开启雷达系统。一下子，他的视线变了，一张淡蓝色的网格铺在雪地上，快速向四周扫描，雪层下面的东西，哪怕是一根针，也清清楚楚显现出来。视线里开始弹出一个个白色的文字框：废弃的斧头把，松木材质，无价值；空烟盒，3天前丢弃，无价值。蓝光扫过一堆乱树枝时，猛地停住了，一个红色的光点疯狂闪烁，目标锁定，黄铜扣子。物品详情显示，这是劳保大衣专用铜扣，表面沾有46号抗磨液压油，带有新鲜断裂的棉线和人体汗液，掉落时间是10小时前。陆远山眼睛一亮，他大步走到那堆树枝前，一脚踢开上面的积雪，弯下腰，手直接插进冻得硬邦邦的锯末子里，摸出一个亮闪闪的黄铜扣子。王大彪一看陆远山真从雪地里挖出东西了，脸色立马变了，他几步冲过来，伸手就要抢。王大彪说：“什么破烂玩意儿，拿来我看看。”陆远山身子一侧，抬腿就是一脚，正踹在王大彪的膝盖骨上。王大彪哎呦一声，摔在雪地里啃了一嘴泥。陆远山问抢什么，他捏着扣子举到半空，说：“李主任，您过来看。”李主任走近一看，眯起眼睛问：“一个铜扣子，这能说明什么？”陆远山把扣子翻过来，指着背面。陆远山说：“主任，这是劳保大衣上的扣子，您看这背面的线头又粗又密，明显是硬生生扯断的，不是自己掉的。您再闻闻这味儿。”李主任凑近闻了一下，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李主任说：“机油味，而且是重机油。”陆远山说：“对。”他转过身，死死盯着刚从雪地里爬起来的王大彪，声音不大，却字咬得很死，说：“这上面沾的是46号液压油，咱们整个林场只有那台东方红拖拉机用这种油，而开那台拖拉机的就是你，王大彪。”王大彪吓得连连后退，2只手在半空中乱挥。王大彪说：“陆远山胡说八道，他听不懂陆远山在说什么。”陆远山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他大步跨过去，一把揪住王大彪那件油乎乎的绿军大衣衣领，用力往两边一扯。陆远山说：“大家看！”他指着王大彪的胸口，军大衣第2个扣眼的地方空空如也，布料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露出里面白花花的棉花。李主任眼睛瞪得老大，一把扯过王大彪的衣领，把手里的黄铜扣子凑上去一比对，断裂的线头和撕开的布料对得严严实实。李主任气得脸都红了，指着王大彪的鼻子大骂。李主任让王大彪解释清楚。王大彪双腿一软，直接跪在雪地里，零下几10度的天，他额头上的汗直往下冒，连句整话都说不出。王大彪说他前几天不小心刮掉的，是陆远山诬陷他，这扣子是陆远山捡来故意坑他的。陆远山一把推开他，说这口子上的棉花还是新的，一点灰都没沾。昨晚明明是王大彪偷了木头，用拖拉机往外拉，绑木头的麻绳挂住了王大彪的扣子，硬生生扯了下来。这雪地底下还压着王大彪拖拉机的轮胎印呢。李主任在林场干了这么多年，哪能看不出里面的猫腻？证据摆在眼前，这下全对上了。
他转头冲着跟在后面的2个保卫科干事吼道：“李主任让干事去王大彪家里，把他的后院和地窖全翻一遍。”王大彪一听这话，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在雪地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10分钟不到，一个干事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干事说找到了，5根红松全在王大彪家后院，拿苞米杆子盖着呢。李主任气得浑身发抖，一挥手，李主任说把这王八蛋绑了，直接送进去。2个干事扑上去，拿刚才绑陆远山的那根麻绳，把王大彪捆了个结实，像拖死狗一样拖走了。王大彪嗷嗷直叫，但没人搭理他。半小时后，林场办公室，铁炉子烧得通红，屋里暖烘烘的，但气氛却有点闷。李主任拉开抽屉，拿出30块钱，又数了几张粮票，推到陆远山面前。李主任说今天这事儿是陆远山受委屈了，王大彪这回进去了，没个10年出不来。这30块钱和5斤全国粮票是厂里给陆远山的补偿。李主任顿了顿，压低了声音。李主任说厂里出了内贼，这事儿传出去不好听，上面要是查下来，全厂的奖金都得扣。细节让陆远山别往外说了，问他懂自己的意思吧。陆远山看着桌上的钱和票，30块钱在1983年可不是小数目，顶得上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了。他心里清楚，李主任这是在花钱买平安，把丑闻压下去。他没客气，一把抓起钱和粮票揣进兜里。他现在兜里没钱，正需要这笔启动资金。陆远山说主任放心，自己嘴严。陆远山点点头，转身掀开厚重的棉门帘走了出去。外头的冷风一吹，他脑子彻底清醒了。他站在土路边，看着破败的林场，生锈的锯木机，低矮的泥巴房，还有那些穿着破棉袄满脸麻木的工人们。这些人一年到头在大冷天里卖命，连顿肉都吃不上，更别提发财了。留在这里一辈子就是个砍树的命。陆远山把钱揣实，紧了紧衣服，大步朝山外走去。陆远山刚走2步，脚下一停，转头掀开门帘又回去了。李主任正端着茶缸子要喝水，看他进来愣了一下，问他咋了远山，还有啥事？陆远山直说主任我想办个停薪留职。李主任一口茶全喷桌上，瞪眼看着他像看傻子，问他你说啥停薪留职，你脑子进水了？这可是1983年，林场正式工可是铁饭碗，月月发工资给粮票，老了有退休金，别人挤破头都进不来，他居然要扔。陆远山双手撑桌说我想得很清楚，这林场我待够了，我想出去干点体面买卖。李主任拿抹布擦桌子，眉头拧成大疙瘩，问远山你是不是因为王大彪的事还有气？他都进去了，你黑锅也洗干净了，你现在辞职出去喝西北风啊？外面茶倒买倒卖严着呢，你出去能干啥？陆远山不松口说这您就别管了，您就帮我把手续办了吧。李主任盯着他看半天，发现这小子今天眼神特亮，跟以前的老实样完全不同。李主任懒得再劝说，行你小子别后悔，反正这小子知道林场出内贼的丑事，主动走人正好拔个眼中钉。李主任拉开抽屉，拿红头纸刷刷写几行字，掏出林场大印，哈了口气，啪的盖上去。李主任把纸拍桌上说拿走。陆远山拿起证明看一眼，折好揣进内兜。有了这纸，以后做买卖就是合法个体户，谁也别想拿盲流罪名抓他。陆远山头也没回，说了声谢了主任，大步走出办公室，出了林场大院，直奔镇上供销社，兜里有30块钱巨款，走路底气十足。他到劳保柜台喊同志拿个最结实的帆布双肩包，再来把开山用的猎刀，要钢口好的，还有麻绳，给我来20米。售货员大姐翻个白眼，慢吞吞把东西扔柜台上，说帆布包5块。售货员大姐报完价，猎刀8块，麻绳2块，又问还要啥。陆远山又去食品柜台买5个硬邦邦的大馒头装好，最后一结账花了16块。他把馒头麻绳塞进包，半尺长的猎刀别腰带上，转身往镇后头的大山走，要去老林子碰运气。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地叫老林子，这里是聚宝盆、人参、鹿茸、猴头菇遍地是，但这也是吃人的地方，熊、野猪、狼群和雪坑到处有，普通人进去10有8 9出不来。陆远山不怕，他有底气，越往山里走树越密，地上积雪没化，一脚踩下去咯吱响，雪直接没过小腿肚，冷风顺脖子灌，冻得人直哆嗦。陆远山找个背风大树根停下，在脑子里喊系统开启雷达扫描，脑子里叮的一声脆响，眼前景象全变了，白茫茫的雪地和树干上浮现出淡蓝色网格，网格以他为中心往外扩，盖住方圆2公里，这就是他穿越带的金手指万物解析雷达系统。雷达屏幕上密密麻麻亮起无数个光点，有白有灰。陆远山用意念点开最近的白光点，系统提示物品普通野生黑木耳，年份1年生，价值极低，这种野生黑木耳的市场价约2毛钱1斤。他又点开一个灰色光点，系统提示物品干瘪的松塔，价值无。陆远山皱眉，老林子外围早被村民工人刮干净了，剩下全是破烂，靠捡这些猴年马月能发财。陆远山说系统调整扫描过滤条件，把价值低于50块钱的东西全部屏蔽掉，指令一下，雷达屏幕瞬间清空，那些白灰光点闪一下全没了，一个没剩。陆远山说果然外围没好货。陆远山紧紧腰带，拔出猎刀往老林子深处走，他挥猎刀砍断带刺灌木，积雪越来越深，没过膝盖，走一步都得使全身力气拔腿。走了1个多小时，陆远山累得满头大汗，脱下破棉袄，只穿粗布单衣，头顶直冒白气，四周静得很，只有喘气和踩雪的咯吱声，偶尔惊飞几只野鸟，掉下一大片雪砸脖子里冰凉。陆远山边走边死盯雷达屏幕，2个小时过去，屏幕啥也没有。3个小时后，他深入腹地，这儿的树粗得3、4个人才能抱住，树叶把天挡严实了，阳光都透不进，地上枯枝烂叶踩上去软绵绵，一股发霉味。陆远山靠在大松树上，拿出冻得像石头的大馒头，用力咬一口，真硬，差点硌掉牙。他抓把干净雪塞嘴里，就着雪把干馒头咽下肚，刚准备继续走，脑子里猛地响起急促提示音，滴滴滴。雷达屏幕右上角亮起一个刺眼的金光点，一闪一闪像小太阳。陆远山眼睛一亮，嘴里馒头都顾不上嚼，死盯金光点。系统提示音跟着响起，发现高价值目标，物品极品野生双生猴头菇，年份15年，状态完美成熟，要
药用价值极高，预估价值极高。陆远山说15年的野生猴头菇还是双生的。陆远山猛地站起来，东北老林子有句老话叫山珍海味手推猴头，这玩意儿是顶级食材，也是珍贵药材，专治胃病，后世人工养的都不便宜，更别提这1983年纯天然长了15年的极品野生货，拿到南方大老板面前绝对能卖天价。陆远山拔出猎刀，顺雷达方向狂奔，500米、300米、100米，他停脚仰头往上看，前面是一棵几十米高的枯死大柞树，离地10米高的地方树干裂开个大树洞，树洞边缘长着俩比排球还大的猴头菇，通体淡金黄，表面长满毛茸茸的肉刺，远看真像2只金丝猴脑袋挨一起，微风一吹，肉刺轻晃，散发着好闻的清香。陆远山说好东西，真是极品。陆远山搓着手，眼睛放光，可柞树又粗又滑，没落脚地，10米高咋爬？陆远山绕树转一圈，有了主意，掏出20米长麻绳，一头打死结做成绳套，抡起在头顶转几圈，看准树洞上方一根结实枯枝，用力扔上去，嗖的一声，绳套准套住枯枝。陆远山用力拽确认套牢，把另一头绑腰上，他拔出猎刀，一手抓绳，一手用猎刀狠扎进枯树皮。陆远山大喝一声嘿，双脚蹬树干，借绳子拉力和猎刀支撑，像壁虎一样往上爬。枯树皮脆，好几次猎刀扎进去受不住，力大块剥落。陆远山脚下一滑，整个身子猛往下坠，悬半空晃荡。陆远山骂了声娘的，赶紧双腿死夹树干，双手死拽绳子稳住身形。他咬紧牙，汗流进眼睛，杀得生疼，连眼都不敢眨。10分钟后，终于爬到树洞边，近距离看这对极品猴头菇，陆远山呼吸都放轻了。这玩意太娇贵，碰坏点肉刺品相就毁，价格得打大折。他没敢用铁猎刀割，铁锈味会破坏纯正香气。他折根硬木棍，用牙咬尖一头，一手托猴头菇底部，一手拿木棍顺着根部一点点往下敲，动作又轻又稳，足足10几分钟，手臂酸得快抽筋。咔嗒一声轻响，根部终于脱离树干。他双手稳稳接住这对巨大双生猴头菇，浓郁香气扑鼻，闻一口浑身舒坦。陆远山咧嘴笑，陆大白牙说到手了，把猴头菇小心装进帆布包，用买馒头的布袋垫在周围防磕碰，顺绳滑回地面，解开死结，长吐一口白气。这趟没白跑，第一桶金有着落了，拿去镇上供销社收购站，那帮不识货的顶多给几10块当普通山货收，纯属糟蹋。想换真金白银，就得去见不得光的地方找懂行的大主顾。陆远山包好猴头菇，准备回镇上找南方收购商卖天价。下了山，直奔镇子西头的旧机械厂。这地方废弃好几年了，大铁门早就锈得掉渣，平时没人管，就成了十里八乡倒买倒卖的集散地。大家私底下管这叫黑市。陆远山把帆布包紧紧抱在怀里，里面装着那对极品猴头菇。这玩意太娇贵，碰掉一点肉刺，价格就得大打折扣。他低头走进厂房，里面光线昏暗，窗玻璃早碎光了，冷风直往里灌，空气里混着一股汗烟味和陈年老霉味。地上蹲着不少人，跟前摆着麻袋或破布，上面放着野兔皮、干蘑菇、旧怀表。买卖双方都不大声嚷嚷，全在袖子里捏手指头讲价，谁也不多看谁一眼。陆远山没理那些卖普通山货的摊贩，眼睛直盯那些穿的体面、戴手表的人。他这猴头菇是稀罕物，一般人掏不起那钱，必须找有实力的南方大老板。正转悠着，厂房最里面猛地爆出一阵叫骂声，一个满脸横肉、穿破羊皮袄的光头汉子扯着嗓子吼道：“他娘的，这餐老子先看上的，你凭啥半路截胡？”周围人怕惹事，赶紧往后退让出个大圈。陆远山仗着个子高，挤到最前面看热闹。圈子中间分2拨人，眼看就要动手。一拨是4个本地山客打扮的壮汉，手里攥着粗木棍和砍柴刀，带头的就是那光头。光头双手捧着个红绸包，里面躺着猪老山参，身须密密麻麻，个头足有小孩胳膊粗。对面站着个穿黑呢子大衣的中年男人，梳着大背头，脚踩锃亮皮鞋，一看就是南方大老板。他身后跟着俩壮士保镖，旁边站着个戴老花镜的干瘦老头。老头拿着放大镜凑在红绸前，激动得手直哆嗦，说：“华爷，这炉头长，铁线纹身，看这珍珠疙瘩的品相，起码得上百年，100年老山参啊，这可是吊命的宝贝，难得一见。”穿呢子大衣的华爷眼睛放光，点头说：“行，既然看准了，这货我要了。兄弟，2000块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2000块。”周围看热闹的都倒吸一口凉气，这年头林场工人累死累活，一个月才挣30来块，2000块够盖3间大瓦房，还能买辆28大杠。光头汉子冷笑一声，把红绸包往怀里一收，说：“2000，刚才那边有个老板出2500我都没卖，为了挖这宝贝，我们在老林子里守了半个月，差点让黑瞎子挠了。你想要，少说2800，少1分都不行。”华爷皱起眉头，给旁边保镖使眼色。保镖跨前一步，冷脸喝道：“咋的？坐地起价，拿我们华爷开涮呢？”光头身后的3个壮汉立马举起柴刀，瞪着眼喊：“干啥？想硬抢啊？强龙不压地头蛇，打听打听这片谁说了算？”两边人马顶在一起，气氛一点就着。陆远山站人群里盯着那株100年老山参，脑子里叮的一声响起系统提示：物品解析为拼接假山参，成分主体为10年生龄下参，炉头为普通桔梗拼接，参须为502胶水及细棉线缝合，表面铁线纹为人为刀刻，价值不足10元。陆远山心里冷笑：好家伙，拿个10块钱都不值得破零下参，沾点桔梗和胶水就敢要2800，这帮骗子眼双黄本事真不小，估计出2500，那老板也是他们的托。他看向华爷，这南方老板出手大方，现金肯定多，要是帮他避开坑，顺势结交，自己包里的极品猴头菇绝对能卖天价。眼看华爷为息事宁人，准备掏钱，陆远山不再犹豫，扯开嗓门大吼：慢着，那玩意是假的，2块钱都不值。这一嗓子极大，整个厂房立马安静，所有人全盯向陆远山。光头汉子脸色大变，恶狠狠指着陆远山骂：小兔崽子，你胡咧咧啥？敢断老子的财路，活腻歪了是不是？光头给旁边使眼色，一个壮汉抡起木棍就朝陆远山脑袋砸来。陆远山没躲，华爷的保镖反应极快，一个箭步冲上前，抬腿一脚踹在壮汉肚子上，直接把人踹飞2米远，重重摔地。华爷上下打量陆远
远山，又转头看自己的长眼老头，眉头拧成死疙瘩，问小兄弟：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这师傅看了一辈子餐，说是100年的，你说假在哪？陆远山拨开人群，大步走到中间，看都没看那几个骗子，直接对华爷说：老板，你看他那餐，炉头长是长，但颜色跟餐体根本接不上，明显是后接的。你再仔细看那身躯，是不是太密太整齐了？真正的老山参在土里长上100年，身躯早就乱七八糟了，哪有这么规整的？戴老花镜的老头气得吹胡子，指着陆远山鼻子骂：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懂个屁！这铁线纹，这珍珠疙瘩，哪点不对？我摸过的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陆远山咧嘴笑着说：珍珠疙瘩那是拿针挑破皮塞进去的黄豆面，铁线纹是用刀片硬划出来的。至于那炉头话还没完，陆远山猛跨一步，一把从光头手里抢过红绸包，光头根本没防备，急得大吼：给我抢回来，弄死他！陆远山动作更快，双手死死捏住那餐的炉头和餐体，用力往两边一掰，吧嗒一声脆响，号称价值2800的100年老山参直接断成2截。人群里爆出一阵惊呼。陆远山把断口举到华爷面前，顺手扯下2根参须，说：老板你自己看，那截炉头分明是用胶水印粘上去的，里面还有跟缝衣服的白棉线连着，这主体就是个普通零下参，炉头是用桔梗削的，这参须全是用线缝上去的。拿开水一烫，胶水全的化。华爷猛地凑近一看，脸都绿了，断口处果然有层发黄的透明胶水痕迹，中间夹着根细白棉线，连着上面那节桔梗做的假炉头，扯下来的参须根部也带着结线头。长眼老头看清断口，脸白的跟纸一样，额头直冒冷汗，嘴唇哆嗦半天说不出话。华爷猛转头死盯光头，眼神发狠说：好手段啊，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骗到我金耀华头上，你们胆子不小啊！光头见假货被当众拆穿，知道局砸了，看着华爷身后摩拳擦掌的保镖，再看周围指指点点的人群，吓得腿直发软。光头咬牙大吼：风景，扯呼！几个壮汉连半截假餐都不要了，推开人群，连滚带爬跑出废弃厂房，眨眼就没影了。保镖刚想追，华爷抬手拦住，这是黑市，闹大对谁都没好处。华爷深吸一口气，压下火气，他转头再看陆远山，上下打量个不停，这造假手法极高，连高薪请的老把式都打了眼。这年轻人隔着好几步远，连摸都没摸一眼就看穿了。华爷往前走了一步，冲陆远山伸出手。华爷说：小兄弟，今天多亏你这双火眼金睛，要不然我金耀华可就栽大跟头，让人当猴耍了。陆远山大方伸手跟他握了一下，说：凑巧罢了，那假餐做太糙，破绽太明显。华爷听完哈哈大笑，这年轻人说话真带劲，别人眼里的完美假货，他却嫌破绽太明显。华爷收起笑，语气十分客气说：我叫金耀华，道上的朋友给面子，都叫我一声华爷，小兄弟怎么称呼？陆远山说了声陆远山。华爷指着废弃厂房后面的一排平房说：好名字，远山兄弟，今天这是算我欠你个人情，相见就是缘分，后面是我的堂口，去喝杯茶怎么样？我看你背着筐，肯定也是带好货来的，咱们坐下慢慢聊。陆远山正愁找不到大买家，黑市散户根本吃不下他手里的极品猴头菇，眼前这华爷一看就是有钱的主，是个做大买卖的南方大老板。陆远山点头说了声行，那就叨扰华爷了。两人穿过厂房来到后面大平房，屋里布置讲究，生着大铁炉子，烧得暖烘烘的，靠墙摆着实木沙发和精致茶具。刚才看走眼的老头也低头跟进来，脸憋得通红，站墙角不敢吭声。华爷招呼陆远山坐下，亲自倒杯热茶递过去，又掏出带过滤嘴的香烟递了一根，说：远山兄弟尝尝，这茶叶是我特意从南方带过来的好茶。陆远山摆手没接烟，喝口茶放下杯子，解下背上的竹筐放桌上说：华爷是个痛快人，我也不绕弯子了，我今天来黑市确实带点东西想出手，刚才看华爷收人参出手阔绰，想必是个识货的。华爷眼睛一亮，身子往前探说：远山兄弟能看穿那株假餐，自己带的货肯定不是凡品，打开看看。陆远山没说话，直接掀开竹筐上的破布，一股浓郁的深山菌香味立马在屋里散开。华爷定睛一看，竹筐里整整齐齐码着10几个金黄色猴头菇，个个都有成年人拳头大，圆润饱满，上面的菌刺密密麻麻像金色细针，每根都完好无损，连点磕碰痕迹都没有。站墙角的老头猛吸一口凉气，2步跨到桌前，死死盯着筐里说：这么大的野生猴头菇，这品相，这颜色，绝了！他激动的声音都在抖。华爷不懂行，但看老头这反应就知道绝对是好东西。他这次来北方正愁找不到顶级尖货回南方交差，这不送上门了吗？不过华爷到底是生意场上的老狐狸，立马收起喜色，给老头使了个眼色。老头心领神会，知道老板让压价，他装模作样拿起个猴头菇闻了闻，又用手指轻轻捏捏，清了清嗓子，换上挑剔表情说：小兄弟，你这猴头菇个头确实不小，不过嘛，这颜色稍微有点深，估计是采摘晚了几天，而且你这保存的也不太行，摸着有点潮，这玩意要是水分太大，放不了几天就得烂，只能算中等偏上货色吧。陆远山坐沙发上冷眼看老头表演，脑子里叮的一声响，系统提示文字弹了出来，目标锁定野生极品猴头菇，成熟度99%巅峰完美状态，水分含量11.2%最佳休眠保存状态，药用价值极高，富含多糖与氨基酸，生长环境大兴安岭腹地海拔1200米向阳坡100年野生花树干，数据面板在眼前闪过，底牌他看得一清二楚。陆远山身子往后一靠，冷笑一声，毫不客气对回去说：老把式。老头被戳中痛处，气得脸通红，指着陆远山喊说：你这年轻人怎么说话的？我在这行干了30年，还能看错？陆远山根本不搭理他，
卡，转头看向华爷，像倒豆子一样把系统数据砸出来说：“华爷，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这批猴头菇长在大兴安岭腹地海拔1200米的向阳坡上，全是长在百年老树干上的纯野生货。”他随手拿起个猴头菇，指着菌刺说：“你看这颜色，最正宗的金黄色，菌刺长度正好1.5厘米，一根没断，这叫成熟度99%的巅峰状态。晚一天老了，早一天不够火候。”他又把猴头菇递到华爷面前说：“至于水分，这老头说潮，简直是胡说八道。我这是趁早晨太阳刚出，露水刚干采的，水分含量正好11.2%，是最完美的保存状态。你就是把它装麻袋运回南方，半个月都不坏。”陆远山这话每个数据都精准的吓人，老头站旁边嘴巴张老大，半天说不出话。他干30年只能凭经验估摸，这年轻人怎么能把水分和成熟度说这么准？而且看品相，说的一点不差。华爷也看傻眼了，他走南闯北见多了卖山货的猎户，那些猎户只会翻来覆去说好东西，像陆远山这样把各项数据说的跟教科书一样的，头回见，这哪是普通山里汉子，简直是个真行家。华爷猛拍大腿，连说了3声好，满眼佩服的说：“远山兄弟，哥哥我今天算彻底服了，你是个痛快人，也是真行家。我金耀华最喜欢跟行家做买卖。”华爷把老头赶到一边，拉椅子坐到陆远山对面说：“兄弟，你这筐猴头菇，哥哥全要了，你开个价吧。”陆远山心里盘算，80年代初北方林区普通猴头菇也就几块一斤，但他这是极品，运到南方或卖给港商，价格能翻几10倍。他伸出3根手指说：“华爷爽快，我也不狮子大开口，这筐猴头菇一共5斤出头，算你打包价，350块钱全拿走。”旁边老头没忍住扯嗓子喊：“350块，你抢钱啊！现在林场正式工1个月累死累活才挣30块，你这几斤蘑菇要350，疯了吧？”陆远山看都不看老头，直勾勾盯着华爷，敲桌子说：“华爷，这价格高不高？你心里最清楚。你把这批极品带回广州，找个好木盒一装，卖给讲究养生的大老板，一盒卖他1000块，还得抢着要。我拿350，不过挣个辛苦钱罢了。”华爷心里一震，这小子不仅懂货，还懂南方行情。他原本确实打算包装一下送给南方大靠山，真实价值远超350块。华爷看陆远山有眼力，懂市场，将来绝对是个人物，花350块结交这年轻人，太值了。华爷一拍桌子，说了声成交，答应的极其干脆。他站起身走到屋角，拿钥匙开抽屉，拿出一个厚牛皮纸信封。华爷走回桌前，抽出一沓崭新的10元大团结钞票，当面数了起来，说10、20、30，足足数了35张，推到陆远山面前说：“远山兄弟，350块，你点点。”陆远山不客气，拿钱快速过一遍手，数目全对。他把钱揣进贴身口袋，有了这笔钱，家里漏风破房子能修，妹妹的病也能去大医院看了。他站起身说：“华爷，钱货两清，合作愉快。”华爷赶紧站起来，掏出名片递过去说：“哎，兄弟留步，这是我在县城招待所的电话，以后兄弟再弄到什么奸货，不管是人参鹿茸还是猴头菇，直接给我打电话，我金耀华照单全收，价格绝对让你满意。”陆远山接过名片揣兜里，说：“行，山里好东西多的是，下次有货我找你。”说完，陆远山背起空竹筐，大步走出平房，揣着350块巨款，他直奔供销社大采购，准备给家里改善生活。这年头普通林场工人1个月才挣30多，350块绝对是笔巨款，兜里有钱，他腰杆子都挺得直。供销社里人挤人，陆远山挤到肉摊前开口：“师傅，给我割5斤五花肉，要肥膘厚的。”这年头人都缺油水，买肉专挑肥的。卖肉师傅愣了一下，平时大家买肉都半斤1斤抠搜着买，这小伙子一开口就是5斤。小伙子，5斤肉可不少钱，带够票了吗？师傅眼皮一抬，陆远山直接数出钱和肉票拍在柜台上。师傅一看给了真钱，态度立马变了，挥刀切下一大块五花肉，用黄草纸包的严实。拎着肉，他又去买了50斤大米和2袋白面，接着扯了5尺红底白花的新棉布，打算给妹妹做身后棉袄。最后又称了2斤大白兔奶糖，大包小包扛在肩上。他走在回林场的土路上，满脑子都是妹妹高兴的样子。推开自家破木门，妹妹陆冬梅正蹲在水盆边洗衣服，破棉袄打满补丁，她双手冻得通红，手指肿得像胡萝卜，还在冰水里搓洗。陆远山赶紧过去一把拉起妹妹：“冬梅，别洗了，进屋烤火去，哥今天买好东西了。”冬梅擦擦手，看着那一堆东西，眼睛瞪得溜圆：“哥，白面还有肉，你哪来这么多钱啊？这得花多少钱啊？哥赚钱了，以后天天让你吃肉。”陆远山把东西搬进屋，包颗大白兔奶糖塞进妹妹嘴里，让她在炉子边烤火，自己挽起袖子做饭，倒酱油，撒葱姜八角，翻炒，加水，盖锅盖。没过10几分钟，霸道的红烧肉香味顺着门缝飘了出去，飘满整个棚户区。在这没有水的年头，这香味能把人的魂勾走。院门咣当一声被推开，二婶刘翠花扭着胖身子走进来。她住隔壁，平时抠门得很，兄妹俩挨饿受冻时，她连个窝头都没给过。今天闻着肉味跑得比谁都快。一进屋，刘翠花眼珠子乱转，盯完桌上的白面和新棉布，又直勾勾盯着大铁锅直咽口水。哎呦，远山啊！刘翠花凑到灶台前，伸手就要掀锅盖，我倒要看看你弄了什么好吃的。陆远山一把攥住她的手腕，用力往后一推。刘翠花连退2、3步，指着陆远山就骂：“你个小兔崽子干什么？我是你二婶，看看锅里炖的啥还不行了？懂不懂规矩？”陆远山冷脸挡在灶台前：“二婶，我家锅里炖啥跟你没关系，我们兄妹俩饿肚子时没见你来，现在炖肉了你倒凑上来，门在那边，不送。”刘翠花三角眼一瞪，双手叉腰喊起来：“好你个陆远山，长能耐了是吧？你连林场工作都丢了，哪来的钱买肉买面？我看你8成是手脚不干净，偷了公家的钱。这年头偷公家钱
钱可是大罪，搞不好要被抓进去蹲几年。刘翠花这一嗓子极大，生怕别人听不见。邻居们正被肉香味勾得心烦，听到动静全跑来看热闹。院外很快围了一圈人，刘翠花见人多更来劲了，一屁股坐在泥地上拍着大腿干嚎：大家伙快来看看啊！陆远山这小子不学好，偷钱买肉吃，我好心管教他2句，他还要动手打长辈啊！这日子没法过了，欺负人啊！邻居们隔着破篱笆墙指指点点，远山这孩子平时挺老实啊，真偷钱了。那谁说得准？丢了工作没进项，买那么多好东西，钱哪来的？陆远山看着地上撒泼的刘翠花，直接开启万物解析系统，系统界面弹出一道只有他能看见的光扫过刘翠花，目标刘翠花，左边裤兜半把葵花籽，右边棉袄口袋3盒红星牌火柴，来源县城供销社柜台偷拿，特征火柴盒底部有售货员用蓝色圆珠笔画的记号。陆远山关掉面板，大步走到他跟前，低头盯着他：二婶，你说我偷钱，你有证据吗？刘翠花脖子一梗，吐了口唾沫：嘿，你没工作，哪来的钱买五花肉？不是偷的还能是抢的？我的钱干干净净。陆远山放大声音：倒是二婶你，张口闭口说别人偷东西，你自己手脚干净吗？刘翠花脸色一变，马上又扯着嗓子喊：你放屁，老娘清白得很，从来不拿别人东西，是吗？陆远山冷笑，指着他的右边口袋：那你右边棉袄口袋里装的什么？刘翠花吓了一跳，死死捂住右边口袋，结巴着说：神，什么装的什么？我口袋里能有什么？这是我的东西。陆远山往前逼近一步，你去县城供销社买盐，趁售货员转身拿东西，偷拿了柜台上的3盒红星牌火柴，我没说错吧？院外的邻居全安静了，死盯着刘翠花。刘翠花额头冒汗，咬死不认：你瞎说，我没偷，谁看见我偷了？火柴盒底下还有售货员用蓝色圆珠笔画的道道。陆远山懒得废话，弯腰一把拽开他捂口袋的手，照着口袋底下一拍，3盒红星牌火柴掉在雪地上，其中一个盒子翻了个面，底下的蓝色圆珠笔印清清楚楚。人群里眼尖的张大妈喊了一嗓子：哎呦，真是供销社的火柴，那蓝色圆珠笔道道我见过，售货员小李记账用的。这刘翠花平时就爱占便宜，没想到还敢去供销社偷东西，自己手脚不干净，还有脸说别人。听着周围邻居的话，刘翠花脸刷得白了，接着又臊得通红，她连地上的火柴都顾不上捡，爬起来扒开人群，捂着脸跑了。邻居们哄笑一阵也散了，院子清静了。陆远山回屋把红烧肉端上桌，盛了2碗大米饭，他夹了块最大的瘦肉放到妹妹碗里：冬梅，快吃。冬梅看着肉咽了咽口水，刚塞进嘴里嚼了2口，脸色突然一变，她捂着胸口拼命咳嗽，肩膀一抽一抽的，小脸憋得青紫，大口喘着粗气，喉咙里发出拉风箱的声音，筷子也掉在地上。陆远山赶紧放下碗，跑到妹妹身边，用力给她拍背顺气。这是冬梅的老毛病，严重的哮喘，一受凉或激动就犯病，临场的赤脚医生根本治不好。看着妹妹难受的样子，陆远山决定进深山寻药。第二天一早，天黑的跟锅底似的，没一颗星星。陆远山在灶台锅里给冬梅温了2杂粮饼子，又去院里劈了一大堆柴码在门边。出门前，他敲开隔壁张大妈的门。陆远山说：张大妈，我今天进山，麻烦您听着点冬梅屋里的动静，她要是醒了咳嗽，您帮我倒碗热水。张大妈披着衣服出来，看一眼天色，吓了一跳，问陆远山：这天看着要下大暴雪，你进山干啥去？陆远山说了声找药，扭头就走。来到林场废旧仓库，看门的老李头正拢着袖子在炉边打瞌睡。陆远山推门带进一股冷风，把老李头冻醒了。陆远山说：李叔，我找点家伙时，直奔废料堆。他挑了一大捆当年伐木队拖木头用的老尼龙绳，粗的跟小孩胳膊似的。他又翻出3根打石头用的废钢钎，一把生锈铁锤，外加一双厚帆布手套，把东西全塞进破帆布包。陆远山紧了紧破棉袄，一头扎进深山。北岭离镇子30多里全是大上坡，没走多远天就开始下雪，到了中午直接变成大片雪花，风刮得直叫唤，卷着雪片跟鞭子似的抽在脸上，积雪很快没过小腿肚。陆远山每走一步都得高抬腿再重重踩下去，鞋里早灌满雪化成冰水，冻得脚趾头全麻了。可他不敢停，冬梅那发紫的小脸全在脑子里晃。陆远山边走边在心里默念：系统开启资源雷达。脑子里叮的一声，弹出一个冒蓝光的立体地图，上头全是各种颜色小点，绿色是普通植物，黄色是值钱木材。陆远山说过滤普通目标，只显示极品药材，特别是环氧草。系统地图立马变暗，绿点黄点全没了。陆远山盯着地图在风雪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走，走了1个多小时，雷达上还是黑乎乎的。就在他心里犯嘀咕时，系统滴滴响了2声，地图最上方北岭主峰的位置一下亮起个金灿灿的光点，闪着光特别扎眼。系统提示音响起，发现稀有目标环氧草，位置在正前方3公里北岭主峰悬崖下方30米处，危险提示地形极其陡峭，请注意安全。陆远山立马来了精神，浑身的泪散了一大半。陆远山说了声真有，咬紧牙加快脚步。下午3点多天全黑了，陆远山终于爬上北岭主峰崖顶，这儿风大的能把人吹跑，他只能趴在地上一点点往前挪，探头往悬崖下看。悬崖下方黑乎乎，一眼望不到底，只听见风在石头缝里来回撞的呜呜声，听着头皮发麻。陆远山从包里掏出那捆尼龙绳，在崖顶找了棵根扎得极深的老松树，把绳子一头绕着树干死死打上3个死结，又用力拽了拽，确认树干不晃。接着他把绳子另一头在腰上缠2圈，从大腿根绕过背到身后。这是老伐木工下陡坡的土法子，拿身体和绳子的摩擦力当刹车保命。他背紧帆布包，深吸一口气，双手死死攥住绳子，双脚踩着崖壁边缘，身体往后一仰，整个人悬空退了下去。刚离开崖顶，
一股邪风就从下面猛灌上来，把陆远山吹得在半空打转。他后背砰的撞在凸起的石头上，疼得直抽冷气，差点松手。陆远山骂了一嘴干，双腿用力蹬住崖壁，强行稳住身体。他一点点松开手里的绳子，身体慢慢往下降。风雪打在脸上，连眼都睁不开，只能靠系统指引。陆远山喊系统报位置，系统提示目标在正下方15米，继续降。系统再次提示目标在左下方3米。陆远山停住，双脚踩着崖壁，转头往左下方看。借着血光，他瞅见一条1尺多宽的石缝，石缝里一株巴掌大的植物正迎着风雪直挺挺长着，草叶子墨绿，边缘带点暗金纹路，顶端结着3颗红彤彤的果子。风再大，这草也紧紧抓着石头，一点没断的意思。这就是还阳草。陆远山双脚在崖壁上猛地发力，身体跟荡秋千似的朝左边荡去，第一回手差一点没够着，身体又重荡回来。他深吸一口气，双腿再次发力，蹬得更狠，身体猛地飞向石缝。陆远山左手一把抠住石缝边一块凸起的石头，石头锋利的边直接切开帆布手套，把他手掌心割出条大口子，血一下涌出来，顺着手腕往下流。陆远山哼都没哼，死死抠住石头，硬把自己固定在石缝旁边。他空出右手，从怀里摸出把削平的木头铲子，踩着也要不能沾铁器，一碰铁锹就跑大半。陆远山喊系统扫描植物根系，系统提示目标根系深15厘米，紧贴岩石内部缝隙。有了系统透视，陆远山拿着木铲顺着根系缝隙，一点点把周围冻土碎石抠掉。正挖得出汗，头顶猛地传来嘣的一声闷响。陆远山心往下沉，抬头一看，因为风大，身体老晃，尼龙绳在崖顶一块锋利石头上反复蹭，竟硬生生磨断了一股。风还在狂刮，剩下一股绳子绷得死紧，随时会断。陆远山急得眼珠子通红，连喊快快，手上动作加快，木铲在石缝里飞速挖。嘣，又是一声响，绳子发出断裂动静。陆远山感觉身体猛地往下坠了半尺，没时间了，他大吼一嗓子，右手猛地往土里一插，手指顺着系统提示的根系底部，一把将还阳草连根带土整个掏出。他赶紧把草塞进胸口内衣口袋，拉上拉链，用体温护着。草刚装好，啪的一声脆响，腰上的绳子彻底断了。陆远山瞬间没了拉力，直直往深渊掉下去。他大吼了一声啊，左手死死抠住石缝，全身重量全挂在一只手上，胳膊肌肉瞬间拉紧，发出嘎巴的响声，疼得像要被活活撕下来。他悬在半空，脚下是看不见底的深渊，手一松，连个全尸都找不着。他大喊着说：“我不能死，冬梅还在等我救命。”陆远山咬碎牙，右手迅速从包里掏出一根废钢钎和生锈铁锤，他看准上方一道裂缝，抡起铁锤狠狠一锤子把钢钎砸进石头缝，当的一声砸出一串火星子，钢钎死死卡在石头里。他松开快废掉的左手，一把抓住钢钎，身体猛地往上一拉，脚尖在石壁上找个凸起踩住，接着他又掏出第2根钢钎往更高处砸，当当当，风雪里全是铁锤砸石头的动静。就靠这3根废钢钎，陆远山硬是在直上直下的石头崖子上一步步往上爬，砸进一根，拔出下面一根，再往上砸，他手指全冻僵了，每砸一锤都震得虎口生疼，血顺着锤柄往下流，很快结成冰，把手套和铁锤冻在一块。不知爬了多久，他一点劲都没了，肺里呼哧呼哧响，眼前一阵阵发黑，全靠脑子里救妹妹的念头硬撑。终于手摸到了崖顶积雪，陆远山大吼一嗓子，双臂使出最后一点力气，猛地翻滚上去，重重摔进崖顶雪窝子里。他躺在雪地里大口喘粗气，全身骨头跟散架似的，双手全是血口子，衣服被石头划烂，整个人成了个血葫芦。他没歇着，咬牙挣扎坐起，拉开衣服拉链，小心把怀里那株还阳草掏出来看一眼，草叶连个边都没掉，根须也全在。陆远山把还阳草贴身藏好，连夜往镇上狂奔。山风刮脸像刀割，棉袄早被石头划烂，冻得硬邦邦，双手食指全破皮，血痂和破手套冻结实了，一弯就钻心疼。他顾不上这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他时不时隔着衣服摸一把胸口，那里贴身放着拿命换来的还阳草，散发着淡淡药香，只要草在，妹妹的命就能保住。一口气冲进镇子，他跑到镇东头，停在破旧的黑漆木门前。这是老中医白老爷子家，老爷子脾气怪，但手里有真本事，镇上谁有疑难杂症全靠他救命。陆远山举起冻僵的拳头猛砸木门，砰砰砰，他大喊着：“白爷爷开门，快开门！”屋里亮起灯，白老爷子没好气的骂道：“谁呀，大半夜的叫魂呢，还让不让人睡觉了？”陆远山喊道：“是我陆远山，白爷爷救命的东西我找着了。”门栓嘎吱拉开，白老爷子披着破棉大衣，拿手电筒一照，吓了一大跳。门外的陆远山像个血葫芦，头发带冰碴，脸上全是血印子，浑身直打摆子。有人问陆远山是不是去跟黑瞎子干架了。陆远山挤进院子，反手关门，进屋连血都顾不上拍，迫不及待拉开衣服。他小心捧出一颗带泥和冰渣的药草，9片叶子，根须完整，一拿出来满屋清香。白老爷子本一脸不耐烦，眼睛一扫，整个人僵住，手电筒啪嗒掉在炕上。白老爷子说这是，他连鞋都没穿好，扑到桌前抓起老花镜戴上，凑过去死死盯着那棵草，不敢碰，只敢凑近闻闻，数了数叶子。白老爷子声音发抖，说9片叶，紫红金，老天爷啊，这是9叶还阳草。白老爷子问陆远山真从那阎王牙上把它拔下来了。陆远山死死盯着他，问这玩意能救我妹妹的命吧？白老爷子一拍大腿说能，太能了，有这颗神药，加上我祖传的方子，白老爷子断言这病绝对能根治。陆远山神经一松，腿一软，差点瘫地上，赶紧扶住桌角。白老爷子这才看到他惨不忍睹的手。白老爷子说你不要命了，牙子直上直下，你这手都烂成肉泥了。陆远山咬牙说手废了能长好，人没了就真没了，白爷爷别管我了，快去我家看看我妹妹，她快憋过气去了。白老爷子拎起老旧木药箱，扣上帽子往外跑，推开门，屋里冷得像冰窖。炕上，妹妹陆小妹蜷缩在破棉被里，脸憋得发紫，嘴唇全青。她张大嘴向岸上的鱼死命吸气，喉咙里呼噜呼噜响，进气少出气多。陆远山扑到炕边喊小妹，白老爷子一步跨过去搭脉，脸色大变。白老爷子说脉象快断了，不能等了，得马上熬药。他转头冲陆远山喊，
去把炉子升起来，火要旺，再给我拿个干净铁勺和半碗烧酒。陆远山冲到外屋，抓起松明子塞进炉膛点着，添了几块干柴，火苗窜起。他拿着铁勺和烧酒回屋，白老爷子已经把还阳草清理干净。白老爷子说看好了，这还阳草药性太烈，直接吃能把人烧死，必须用古法炮制，压下火气逼出药效。白老爷子接过铁勺，脑子里叮的一声，系统提示音响了。系统提示检测到古法药材炮制过程，开启自动解析。陆远山眼前浮现半透明字迹。白老爷子掐下还阳草最核心的3片叶子放进铁勺，接着含口烧酒，对着铁勺猛喷，轰的一声，铁勺窜起蓝色火苗。白老爷子手腕一抖，铁勺在火炉上方快速转圈，让叶子均匀受热。系统解析显示，步骤1是酒制法，利用高度白酒激发药性，中和毒性，火候是无火快制，时长7秒。陆远山死死盯着，7秒一到，白老爷子手一翻，把带于火的叶子倒进石臼，拿起石杵快速捣碎，一股浓郁到极点的药香在屋里炸开。系统提示步骤2是冷捣碎，趁热气未散迅速捣烂，锁住药效。白老爷子抓起温水倒进石臼搅匀，连水带药渣倒进小碗。有人喊了声快把妹妹扶起来。陆远山脱鞋上炕抱起妹妹，让她靠在自己胸口。妹妹脑袋软绵绵耷拉着，连睁眼的力气都没了。白老爷子捏开她的嘴，把药汁一点点灌进去。药灌完，屋里死一样安静，只有妹妹喉咙里揪心的呼噜声。1分钟，2分钟，妹妹脸色还是发紫，呼吸没好转。陆远山急出冷汗，一把抓住白老爷子胳膊，声音发抖问白爷爷怎么没动静，是不是药不管用？白老爷子死死盯着小妹的脸，一摆手说别出声，这药性霸道，得给她点时间化开。就在这时，妹妹身体猛地一抽，喉咙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咳嗽，像毒死的烟囱突然通气。妹妹猛地睁眼，上半身前挺，嘴巴一张，哇的一声，一大口黑紫色的浓痰吐在炕沿上，带着刺鼻腥臭味。吐完痰，妹妹软倒在陆远山怀里，神了！她喉咙里拉风箱的杂音没了，胸口不再剧烈起伏，呼吸变得平稳，发紫的脸肉眼可见的褪去青色，透出红润。妹妹虚弱睁眼，看着陆远山，声音小但清晰说：“哥，我不憋得慌了，胸口好热乎。”陆远山眼眶瞬间红透，他死死咬牙不让自己哭出声，用满是血口子的手轻拍妹妹后背。陆远山声音沙哑的说：“好，不憋就好，全好了，以后再也不用遭这个罪了。”白老爷子长松一口气，坐在凳子上擦脑门汗。白老爷子说：“行了，这条命算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了，剩下的药草我拿回去慢慢炮制，分几次吃完，这哮喘病根就算彻底拔了。”陆远山安顿妹妹躺好，转身走到白老爷子跟前，扑通跪下磕了个头。陆远山说：“白爷爷，大恩大德我记一辈子，以后您老有什么差遣，我这条命都是您的。”白老爷子伸手把他拽起来。白老爷子说：“行了行了，少整这些虚的，真要谢也是你小子自己拼命换来的。”他上下打量陆远山，满眼看好。白老爷子说：“你小子有股子狼性，对自己够狠，眼力见也毒，大半夜能在绝地上把还阳草认出来，还完完整整采下来，是块干山货药材的料。”白老爷子摸摸下巴胡茬，问：“刚才我炮制药材的时候，你眼睛眨都不眨的盯着看，是不是想学？”陆远山愣了一下，立马点头说：“想学，学会了能挣大钱，也能救命。”白老爷子笑了。白老爷子说：“我这门手艺传男不传女，可惜我那几个儿子都不争气。我看你顺眼，你要是愿意，以后每天下午来我店里打杂，我教你怎么认药、采药、炮制药材。”陆远山眼睛亮了，在这大兴安岭，懂山货药材就是端着金饭碗。陆远山说：“师傅在上，受徒弟一拜。”立马又要下跪。白老爷子笑骂：“滚犊子，还没教你呢，叫什么师傅？”背起药箱往外走，说明天下午过来，别迟到。看着白老爷子离开，陆远山脑子里再次响起系统提示音。系统提示成功记录初级药材炮制理论，解锁初级药材鉴定与炮制技能。系统已将白氏中医理论与现代植物学数据融合，随时可调用。陆远山攥紧拳头，感受着脑海里清晰的药理知识，嘴角勾起一抹笑。天刚亮，陆远山背着竹筐进山，有老中医教的底子，加上脑子里的系统，他现在看满山的草棍子都像看钱。脑子里滴的一声响，系统提示左前方3米发现一株5年份野生防风，药用价值中等。陆远山眼睛亮了，赶紧走过去蹲下开挖。以前这玩意踩脚底下都不认识，现在有了系统这双透视眼，山里的好东西全跑不了。正挖着，脑子里猛地叮的一声，声音大得像敲锣，眼前弹出一块红屏幕，闪着大字，系统发出红色警报，前面半山腰地质崩塌，含水量严重超标，离大规模泥石流爆发只剩3分钟。陆远山头皮一麻，半山腰那不是红旗林场第7采伐小队干活的地方吗？今天少说有30多人在那砍树。跑！陆远山扔了竹筐，连刚挖的防风都不要了，撒开腿就往山下跑。老林子没路，陡得很，他连滚带爬，带刺的树枝把衣服划破，脸上刮出血印子也顾不上。风在耳边呼呼刮，他喘得像拉风箱，2条腿跑得都快没知觉了。2分半钟后，他冲到采伐区，10几台油锯嗡嗡响，大木头砸地上的动静震得地皮直抖。30多个工人光着膀子干得正欢，压根没人发现头顶的山皮已经开始往下掉土渣子。陆远山双手拢在嘴边拼命吼跑：“快跑，山要塌了！”可机器声太大，声音刚出来就被盖住，一点水花都没打起来。陆远山急眼了，他几步冲到一个正锯木头的壮汉跟前，一把将人扯开，死死攥住油锯。壮汉气得大骂：“你干啥找死啊！”举起拳头就要砸。陆远山根本不理，双手握住油锯，把油门捏到底。油锯嗡的一声尖叫，他转过身对准旁边挂大喇叭的木架子，一锯子切了下去，哐当一声巨响，架子倒了，大喇叭重重砸在石头上，发出一阵刺耳的啸叫。这动静终于盖过机器声，所有人都停手看过来。七队队长刘大头拎着安全帽气冲冲跑过来，指着陆远山的鼻子骂：“陆远山，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一个被开除的跑这捣什么乱？赶紧滚，别耽误老子干活！”陆远山一把拍开他的手，指着头顶大吼：“别他娘的废话！”泥石流马上下来了，不想被活埋的全给我往对面高岭上跑快！工人们抬头看天，大晴天连个云彩都没有，哪来的泥石流？都不太信。刘大头撇着嘴还要说话：“你少在这扯淡，这山稳当着。”
着。陆远山懒得废话，上去一把揪住刘大头的衣领，像拖死狗一样拖着他就往对面高处跑。陆远山边拖边回头吼，眼珠子都红了，喊都愣着干啥？等死啊跑！看他这拼命的架势不像是装的。几个胆小的工人扛起工具跟着跑，剩下的人见状也都稀里糊涂跟了上去。30多号人刚爬上对面高岭，气还没喘匀，脚底下的石头猛地剧烈晃动起来，轰隆隆，就像地底下几千吨炸药炸了，声音震得耳朵疼。所有人都白了脸，转头往下看，刚才站着的半个山头像切开的豆腐一样直接滑了下来，黑压压的泥浆夹着大石头和老树，疯牛一样冲进采伐区。几秒钟的功夫，平地直接被泥水填平，粗壮的红松像火柴棍一样被折断吞没。要是刚才没跑，这30多人连骨头渣都剩不下，全场死一样安静，只有泥水翻滚的哗哗声。刘大头一屁股瘫坐在地，裤裆湿了一大片，他抖着手死死抓住陆远山的胳膊，嘴唇直哆嗦。刘大头说：“远山兄弟，我的亲娘哎，你这是救了咱们7队所有人的命啊！”身后的30多个汉子，有的直接吓哭了，有的跪在地上冲陆远山连连磕头。3天后，红旗林场大院里挂满红布条，大喇叭放着喜庆音乐，老厂长拉着陆远山的手，眼眶发红说：“远山啊，你是咱们林场的大功臣，我代表全场老小谢谢你。”说着，老厂长拿出一份红头文件，大声宣布场部决定，立刻恢复陆远山同志的正式编制。不仅如此，还要中奖。老厂长一挥手，保卫科的人推着一辆盖着红布的大家伙走上台，老厂长一把扯下红布，台下响起一片嬉气声。一辆崭新的红漆幸福250摩托车停在台上，大圆灯亮堂，双排气管闪荧光，黑皮车座子透着高级味。这年头有辆自行车都能横着走，更别说大马力的摩托车了。这玩意在老百姓眼里比后世的跑车还拉风。台下的工人眼珠子都红了，凑在一起议论。有人喊老天爷，这得2000多块吧？有人说有钱你也买不到，这得要工业券，还要县里批条子。老厂长说这车是厂里专门批条子从县里批回来的，今天就奖给咱们的大英雄陆远山。老厂长把挂着红绸子的车钥匙塞进陆远山手里，陆远山摸着冰凉的车把，心里一阵火热。正愁单干收山货没交通工具，这车来的太是时候了。至于编制，陆远山笑着对厂长说：“厂长，编制我领了，但我打算办个停薪留职，想自己出去闯闯。”厂长愣了一下，拍拍他肩膀说：“行，只要你小子别干违法的事，林场永远是你娘家。”表彰大会一散，陆远山直接跨上摩托车，插上钥匙，一脚踩下启动杆，轰轰轰，发动机发出一阵浑厚的咆哮，排气管喷出青烟，听着就带劲。陆远山捏离合挂上档，右手一拧油门，摩托车像红色猛兽一样窜了出去，风在耳边呼啸，树木快速倒退。陆远山顺着土路直接开回村，还没进村，震天响的动静就把全村的狗都招出来了，汪汪叫着跟在车屁股后头跑。村口泥路两边，男女老少全端着饭碗跑出来看热闹，有人喊了声哎呦喂，这是啥玩意，跑得比拖拉机还快。另一个人骂道：“你瞎啊，那是摩托车28大杠，在他面前就是个屁。”又有人问车上骑着的是谁，看着怎么像老陆家那小子。陆远山把车停在自家院门口，摘下头盔甩了甩头发，全村人都围了上来，眼珠子都快瞪掉地上了。大红色的铁壳子，气派的造型，村里人哪见过这个？几个半大小子想摸又不敢摸，围着车转圈，口水都快流下来了。陆远山给围观乡亲发了一圈大前门香烟，好说歹说把人劝走。关门插栓，他一头扎进屋盘算家底，之前卖极品猴头菇赚的钱，加上林场发的1000块奖金，他手里捏着大几千块，在80年代初的林区，这绝对是笔巨款。可他心里清楚，靠2条腿天天跑深山，累死也挖不出金山。山货全看老天爷赏饭吃，今天碰上一窝，明天可能连个毛都摸不着，产量不稳定，没法跟南方大老板做长久买卖。想挣大钱，必须搞规模化种植。他早盘算好了，村后头有片叫野狼沟的荒山，背阴不见太阳，土质潮湿，满地烂树叶和死树根，种庄稼肯定绝收，但种菌子绝对是块天然宝地。说干就干，有了地盘，接下来就是招人干活。陆远山回村直接在村口大树底下喊了一嗓子：“陆远山喊野狼沟招人干活，1天2块钱，下工就给钱，绝不拖欠。”这年头1天2块可是高工资，城里工人1个月也就30-40。村里青壮年一听全炸锅了，呼啦啦跑过来几10号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陆远山挑了20个手脚麻利不偷懒的汉子，带着他们扛铁锹和斧头直奔野狼沟。陆远山喊把杂树全砍了，石头搬走，烂木头别扔，全堆背阴那面去。陆远山站山坡上指挥，20个壮汉光着膀子干得热火朝天。杂树清理完，陆远山按系统里的最佳种植方案，指挥工人用粗木头搭起一排排简易大棚骨架，上面盖上厚草帘子遮光。接着他骑摩托跑镇上买回大批生石灰，撒地上杀菌消毒，又雇拖拉机拉来一车车锯末子和适合长菌的椴木，在草棚底下整齐码好，铺成一排排温床。准备做完，陆远山拿出之前在深山收集的极品香菇菌丝，小心把菌丝一点点接种到椴木缝隙里。接下来他天天泡在野狼沟，带工人定时给大棚洒水控温保湿，系统雷达随时开着，哪根木头太干，哪个角落有杂菌，他一眼看穿马上处理。没过多久，椴木上冒出密密麻麻的白色菌丝，一个个圆润饱满，肉质肥厚的小香菇顶破树皮，探出了头，再有2天就能摘了。这可是第一批人工种出来的高级货。华爷早发话了，有多少收多少，价钱绝对公道。顺子蹲在椴木边摸着香菇乐，说：“远山哥你瞅瞅这长势，这肉多厚实。”顺子说：“咱这回可要发大财了，大家伙跟着你干，算是跟对人了。”陆远山走过去一看，系统给的方案确实牛，香菇比野生的还齐整。他拍拍顺子肩膀说：“行了，别搁这傻乐了，今天把水浇透，保持好湿度，后天一大早咱们就开采。”顺子应了声得嘞，拎起2大铁桶往山坡蓄水池跑。这水池引的是山上活
或泉水，专门用来喷水保湿。顺子麻利的打满水走回来，拿起葫芦瓢舀满，刚准备往断木上泼，陆远山鼻子一动，猛喊一嗓子，说等等。顺子手一哆嗦，水差点洒鞋上，问咋了远山哥？陆远山大步跨过去，一把夺过葫芦瓢，一股刺鼻的酸臭味直冲脑门，根本不是泉水味。陆远山黑着脸说别浇，水里有药。顺子吓得赶紧凑过去闻，说哎呦我去，这啥味啊？呛得我直迷糊。陆远山没废话，脑子里叮的一声开启系统雷达，淡蓝色光幕弹出来锁定瓢里的水，系统提示正在解析目标，检测到高浓度毒药，成分是甲拌磷剧毒农药，俗称3911，状态已经化在水里，浓度极高，接触植物瞬间枯死，人畜误食要命。陆远山惊出一身冷汗，这他娘的够狠！这一瓢泼上去，整棚香菇立马死绝，挥发的气体吸多了，顺子都得进医院抢救。陆远山扯着嗓子大吼，说赶紧的，通知所有人停下手里的活，水池里的水谁也不许碰。顺子吓白了脸，扔下水桶往其他大棚跑，说都停下，水里有毒，别浇水。没一会儿，20个汉子全聚过来，脸色铁青，眼瞅着要见钱了，居然有人下黑手。工人们气得眼睛通红，大骂说远山哥，这哪个王八羔子干的缺德事，生儿子没屁眼啊！工人们说要是让老子逮住，非用斧头劈了他不可。陆远山黑着脸走到蓄水池边，水面飘着一层白沫子，农药味刺鼻。他扔给工人几把铁锹，说先别骂了，把出水口堵死。顺子，你带几个人去下游挖深水沟，把毒水排到荒地去，千万别流进林子和大棚，安排好排水。陆远山蹲下死盯水池周围地面，半夜摸黑投毒绝对有痕迹。他把系统雷达开到最大，切换到微观痕迹扫描模式，这模式连蚂蚁腿都能放大看清。视线里，蓄水池边缘泥地上闪起淡红色标记，系统提示发现甲拌磷粉末颗粒残留，还有足迹，深度3.5厘米，受力不均，推测下毒的人体重超180斤，右脚微跛。陆远山顺着红光看去，湿泥巴上印着几个大脚印，踩得很深，鞋底是老式解放鞋花纹，后跟磨得厉害，脚印旁还散落着没化开的白色药粉，体重180斤以上，穿破解放鞋，右脚还有点跛。陆远山快速过了一遍特征，整个林场符合这条件的就一个人，王大彪。这孙子被林场开除后一直在镇上瞎混，原来是眼红肿香菇发财跑来下死手了。陆远山冷笑一声，顺着系统标记的脚印往山下走。王大彪半夜心里有鬼，走的一路磕磕绊绊，系统提示发现液体滴落痕迹。陆远山走到半山腰荆棘丛边，草被踩倒一大片，王大彪肯定在这摔了一大跤，农药漏了一地。系统光幕在荆棘丛亮起光圈，提示发现布料。陆远山拨开树枝，粗树枝上挂着块撕裂的灰色布条，沾着泥巴透着汗臭。他扯下布条一看，是林场工作服，上面有个黑线缝的粗糙补丁。陆远山认得这补丁，上次王大彪在食堂打架衣服扯破，就是用这黑线缝的，这下全对上了，脚印、药粉、衣服碎片全在这。陆远山把布条揣进兜里，转身走回蓄水池，毒水排得差不多了，工人们正挥着铁锹把沾了毒的泥巴翻进深坑埋好，一个个憋着火不吭声。顺子紧握铁锹凑上来，咬牙问远山哥查出来是谁干的没？陆远山拍掉手上的泥说查出来了。顺子眼珠子一瞪，举起铁锹就要下山，问是谁，说老子现在就去劈了他。陆远山一把按住他肩膀说别冲动，打架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干正事的，不跟烂人换命。他扫了一眼工人，开口说这事儿你们别管，交给我处理。顺子，你带几个兄弟今晚在这守着，把眼珠子瞪圆了，谁敢靠近大棚一步，直接拿绳子绑了。顺子拍胸脯保证说放心吧远山哥，今晚我连眼皮都不眨一下，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进来。陆远山点点头，大步跨上摩托车，一脚踹着火，排气管喷出黑烟，发动机轰轰直响。他摸了摸兜里的布条，冷笑一声，王大彪，你既然自己找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搞破坏下这么重的毒，够这孙子蹲好几年了。陆远山拧紧油门，摩托车窜了出去，车轮卷起土路上的沙子，直奔镇派出所。到了门口，他一脚刹住车，拔下钥匙，大步跨进大门。值班室里，老李正端着搪瓷缸子喝水，见是陆远山，赶紧站起身问远山这大半夜的出啥事了。陆远山没废话，直接把兜里那块沾着农药味的破布条拍在桌上。陆远山说李所，我要报案，有人往我承包的荒山大棚里投毒，想毁了我的军种基地。陆远山声音发冷，老李脸色一变，凑近闻了闻布条，直皱眉说农药味，这可是烈性药，损失大不大？陆远山说发现的早抢救回来点，要是晚去半小时，上万块的军种全得死绝。陆远山盯着老李说这不仅是毁我的生意，这是断全村人的财路，上万块，这年头人均工资才几十块，这绝对是捅破天的大案子。老李倒吸一口凉气，把搪瓷缸子往桌上重重一磕，水花溅了一桌，说他娘的，这还了得，大半夜搞这种断子绝孙的勾当。老李抓起大檐帽扣在头上，冲着里屋大喊大刘，小张别睡了，都起来拿家伙，出大案子了。不到3分钟，3个警察穿戴整齐，开着带挎斗的编3轮，跟着陆远山直奔村里。此时王大彪家堂屋点着煤油灯，桌上摆着一盘猪头肉和半瓶散装烧酒。王大彪光着膀子，抓起一块猪头肉塞进嘴里，嚼得吧唧响，又端起酒杯灌了一口，辣得直哈气，笑得满脸得意。他老婆坐在炕沿上那鞋底，压低声音问当家的，你真把药倒进去了？一脸心虚。王大彪一拍桌子，震得酒杯直晃，说那还有假，老子把整2瓶农药全倒进他大棚水槽里了，明天一早他那些狗屁猴头菇全得死透。老婆有点怕，手里的针停了，问可是万一被查出来咋办？王大彪满脸不在乎说查个屁，大半夜黑灯瞎火，鬼影子都没有，我绕的是后山小路，连个脚印都没留。陆
陆远山平时那么狂，这回老子让他连裤衩都赔进去，看他以后咋在村里冲大爷！砰！木门被一脚踹开，门板重重撞在墙上，冷风猛地灌进屋，没有灯火苗直晃差点灭了。王大彪吓得浑身一哆嗦，手里的猪头肉掉在桌上，酒杯也翻了。他破口大骂着，刚站起身说谁啊？大半夜找死！就看到老李带着几个警察大步跨进屋，手电筒光束直接打在他脸上，晃得他睁不开眼。王大彪把话硬生生咽回去，腿肚子直打哆嗦，强挤出个笑脸说李所，大半夜的您几位咋来了？快坐下喝两口。老李冷着脸大步走到桌前，厉声喝道：王大彪，少套近乎，今晚你干啥去了？王大彪咽了口唾沫，眼珠子乱转，还在嘴硬说我没干啥，我一直在家喝酒睡觉呢。一直在家。门外传来冰冷的声音，陆远山迈过门槛走到王大彪面前，眼神死死盯着他。陆远山说：你解释解释，你那件黑棉袄的袖口咋挂破的？还有这块布条，是不是从你衣服上扯下来的？陆远山把沾着农药味的布条甩在桌上。王大彪看到布条，脸刷得白了，额头直冒冷汗，但他还在死撑。王大彪扯着嗓子喊说：陆远山少血口喷人，他衣服早破了。陆远山随便拿块破布就想诬陷他，让李所给他做主，说这是打击报复，让他们可得给他做主啊！看着王大彪这副嘴脸，陆远山冷笑出声。来之前，他早用系统雷达把王大彪的逃跑路线和藏东西的地方扫了个底朝天，个底朝天，连他把瓶子埋在猪圈旁边哪块石头底下，系统界面上都标得清清楚楚，红点直闪，铁证如山。陆远山说行，你不承认没关系。转头看向老李说：李所不用跟他废话，赃物就在他家后院猪圈旁边那棵歪脖子树底下的石头边上，那东西埋得并不深，不到半米就能挖到。王大彪一听这话，双腿彻底软了，扑通一声跌坐在长条凳上，脸上的横肉直抽抽。那地方是他亲手挖的坑，埋完还特意踩石盖上干草，连他老婆都不知道。陆远山咋知道的这么清楚？老李一看王大彪这反应，心里全明白了，一挥手下令让大刘小张去后院挖，一挥手下令，两个年轻警察立刻找来铁锹直奔后院。王大彪像疯了一样猛地站起来，拔腿就想往外跑，说他们凭啥挖他家院子？他不服。老李眼疾手快，一把揪住他后脖领子，顺势一个反关节擒拿，直接把王大彪死死按在桌上，桌上的盘碗稀里哗啦碎了一地。不到5分钟，后院传来大刘的喊声，说李所挖到了。大刘和小张快步跑回堂屋，手里拎着个沾满泥的黑塑料袋，袋子里装着3个空玻璃瓶，还有一个剩下小半瓶浑浊液体，刺鼻的农药味瞬间在屋里散开。老李掏出手绢捏起一个空瓶子看了看，冷笑一声说：供销社上个月刚进的这批货，批号尾数是402，这瓶子上批号一模一样。王大彪，这瓶子上全是你的指纹，你还有啥好说的？王大彪瘫在桌上彻底没了动静，他老婆吓得缩在炕角捂脸大哭。老李掏出手铐，咔嚓一声铐在王大彪手腕上，直接把他从屋里拖出去。外头警灯直闪，警笛声把左邻右舍全吵醒了。村民们披着衣服打着手电筒，把王大彪家门口围得水泄不通。看到王大彪戴着手铐被押出来，人群里瞬间炸了锅。有人问：哎呦喂，大彪犯啥事了？连警察都来了。有人说是往远山大棚里下毒被抓了现行，要瓶子都从后院挖出来了。有人说老天爷心也太黑了，远山带咱们赚钱，他去下毒，这是断子绝孙的勾当啊。有人说活该，这种人就该送进去，省得在村里祸害人。村民们指指点点，王大彪低着头，再也没了往日那股蛮横劲儿。陆远山站在警车旁，目光扫过围观的人群，那些平时爱嚼舌根的人都不自觉地缩了缩脖子，赶紧低头。陆远山提高嗓门说：大家伙都看着，我带大家种菌子，是想带着全村人一起发财，只要肯干，我绝不亏待谁。但谁要是眼红使阴招想砸大家的饭碗，王大彪就是下场。全场没人敢吭声，这下村里再也没人敢轻视陆远山，都知道他不仅能带大家赚钱，更是个惹不起的狠角色。警车开出村子，带走了王大彪。第二天一早，王大彪被抓的消息传遍全村，听说数额大，起码得在里面蹲好几年。大棚基地里，顺子和几个工人干得热火朝天。顺子往水槽里夹着水，兴奋地喊说：远山哥，你这招真绝了，直接把那孙子送进去，看以后谁还敢打咱们主意。陆远山拍了拍手上的泥，正准备去检查军种，村支书突然气喘吁吁地跑上山。村支书跑得满头大汗，大老远扯着嗓子喊说：远山快去大队部接电话，南方打来的长途，说找你有急事。陆远山放下手里的活大步下山，到了大队部，他拿起桌上的摇把子电话。陆远山问为哪位，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南方口音，说：远山老弟，是我华爷。陆远山笑了，问华爷：您这大老板咋有空给我打长途？华爷说：老弟别寒碜我了，哥哥最近遇到点麻烦，手里压了一大批轻工业品卖不出去，正愁得睡不着呢。华爷叹了口气，接着压低声音透着兴奋说：不过我刚得到个准信儿，华爷说老毛子那边现在急缺咱们这些轻工业品，只要能把货弄过边境线，那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陆远山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眼睛亮了，他脑海里系统界面上的边贸地图直接弹了出来。陆远山握着摇把子电话问说：华爷先别叹气，说说你手里到底压了啥货？电话那头华爷急得直拍大腿，说：老弟啊，整整3个大仓库。华爷说：几万件军大衣，上万箱水果罐头，还有好几千个暖水瓶和手电筒。南方现在热的能穿短袖，军大衣谁买？罐头也快过保质期了，钱全砸在里头，我这几天头发大把掉。陆远山听完乐出声，说：华爷你这是抱着金砖哭穷啊，赶紧雇车把这些货全给我拉到北边来。华爷半信半疑，说拉到北边那运费可是一大笔钱。陆远山语气很稳，说听我的准没错，老毛子那边冷得要命，连个铁锅都造不出，轻工业全废了，你那卖不出去的破烂，过了江在他们眼里就是救命宝贝。陆远山说：你只管拉货，过江的路子我来趟。华爷也是个敢赌的人，咬牙答应，说：秦哥信你一回，我这就雇车，半个月后咱们在林场碰头。挂了电话，
陆远山立刻叫来顺子，把赚的钱全拿出来，在十里八乡疯狂收山货。顺子看着堆满院子的麻袋发懵，问远山哥咱收这么多干啥？陆远山说着打开系统界面，说跟老毛子做买卖，光拿南方的轻工业品不够，还得带点咱的特产。滴，开启物品鉴定扫描，陆远山扫过村民送来的山货，眼前浮现出一行行数据，他专挑个头最大、品质最好的黑木耳、红松子和干蘑菇，品质差发霉的全退回去。半个月一晃而过，这天下午，林场外传来轰隆隆的汽车马达声，5辆挂着南方牌照的解放大卡车排队开进村，车轮卷起漫天风雪，全村人都看傻了。车门一开，华爷裹着厚貂皮大衣跳下来，冻得鼻涕直流，缩着脖子直跺脚说：“远山老弟，冻死我了！你们这地方真不是人待的。”他边搓手边往屋跑。陆远山迎上去递了杯热水，问货都带来了。华爷说全在车上，满满5大车。喝口热水缓过劲说：“老弟，通行证我都托人办好了，问咱什么时候走？”陆远山说明早出发。第二天一早天没亮，车队就出发了。顺子带着几个机灵小伙把极品山货装上车，一行人浩浩荡荡开向边境口岸。车开了一整天，终于到江边。大冬天的界河冻得梆梆硬，冰层有2-3米厚。江边停着不少车，都是听风声跑来想倒买倒卖的倒爷。大家都在岸边观望，谁也不敢第一个把车开上冰面。对岸就是老毛子的地盘，黑洞洞的枪口看着就吓人。华爷看着白茫茫的江面，心里直打鼓，问远山兄弟，咱真要过去？陆远山直接跳上头车副驾驶，冲司机大喊：“轮胎绑防滑链，直接开，压着冰面过去。”司机咽了口唾沫，一踩油门，卡车发出闷吼，撵着后雪第一个冲上冰封江面，后面4辆车紧紧跟上，车轮压着冰面嘎吱嘎吱响。华爷坐在后排吓得闭紧眼，双手死死抓着车门把手。不到半小时，车队顺利跨过界河，停在对岸哨所前。车刚停稳，10几个穿厚军大衣、戴大皮帽的老毛子士兵就端着枪围过来，带头的是个满脸大胡子的壮汉，身材像熊一样。他叫伊万，是这片防区的头目，专门跟中国倒爷接头。伊万用俄语大声吼说：“下车，都下车！”满脸不耐烦。华爷赶紧拉着花重金从南方请的翻译下车。那翻译是个戴眼镜的瘦弱男人，平时只翻译过说明书，哪见过这阵势？他冻得上下牙齿打架。面对人高马大的伊万，吓得连句囫囵话都说不出。翻译结结巴巴憋出半句话，说他问我们是干啥的。伊万见这人半天放不出一个屁，气得一脚踢飞地上的雪块，骂骂咧咧挥着大手就要赶人。华爷急得直跺脚，转头骂翻译说：“你倒是跟他说咱是来换货的啊！你这翻译怎么当的？”眼看伊万要带人回哨所，陆远山大步跨上前，一把扒开那个没用的翻译，直接拦在伊万面前，脑子里的系统面板直接激活，叮，语言辅助功能开启，当前目标语言俄语。紧接着，一口纯正的莫斯科腔俄语从陆远山嘴里崩出来，说：“朋友，这么急走干什么？大冷天的，不看看我们带来的好东西再做决定。”陆远山边说边掏出一包带过滤嘴的好烟，抽出一根递过去。伊万停住脚步，瞪着大眼看陆远山，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穿普通棉袄的年轻人，俄语说的比他这个苏联人还标准。伊万愣了一下，伸手接烟，态度明显缓和，问我们带了什么东西。他点上烟，深吸一口，吐出白雾。陆远山没说话，转身走到第一辆卡车旁，一把扯下后帆布，哗啦一声，满当当一车崭新的军大衣露出来，叠得整整齐齐。伊万身后的几个老毛子士兵眼睛直接绿了，他们身上的军大衣早破破烂烂，根本挡不住西伯利亚的寒风。看到满车新大衣，几个士兵连枪都顾不上拿，跑过去抓起一件就往身上套。士兵们兴奋大喊：“暖和，真暖和！”陆远山笑了笑，走到第2辆车旁，扯开帆布，一箱箱黄桃、橘子罐头码得像小山，旁边还堆着几10箱玻璃瓶装的二锅头。这下连伊万都不淡定了，他们轻工业落后，平时连个新鲜水果都吃不上，更别提这种甜滋滋的水果罐头。至于白酒，更是他们的命根子。伊万吞了口唾沫，大步走过去，抓起一瓶二锅头，直接用牙咬开瓶盖，扬起脖子灌了一大口。伊万抹了把嘴巴，辣得直吸气，满脸享受。他竖起大拇指，用俄语大喊：“好酒，够劲！”接着他又拿起一罐黄桃罐头，拔出匕首撬开盖子，直接用手抓起一块黄桃塞进嘴，甜汁顺着大胡子流下来。他连连点头，眼睛发亮。伊万一把抱住陆远山肩膀，用力拍，态度热情的像见亲爹，说：“我们带的货太棒了，问想怎么换？”华爷在旁边看着，虽然听不懂，但看老毛子那副长鬼投胎样，心里石头总算落地，笑开了花。陆远山看着伊万说：“我们不收钱，只要货换货，就看你们能拿出什么好东西了。”伊万大手一挥，指着哨所后面几排红砖大仓库，用俄语喊：“开门，让中国兄弟随便挑。”几个老毛子壮汉立刻跑过去，拉着粗铁链把生锈的大铁门哗啦一声拽开。门一开，一股浓烈机油味和铁锈味扑面而来。华爷满心欢喜，伸长脖子往里看，笑容直接僵住。仓库里根本没他想的黄金手表、贵重皮草，全是落满灰尘的铁疙瘩，一堆旧机器、破零件乱七八糟堆成小山，看着跟废品收购站没两样。华爷压低声音，急得直扯陆远山袖子，问远山兄弟：“这拿一堆破铜烂铁糊弄咱们？”陆远山没吭声，眼睛死死盯着仓库深处，暗中开启了系统扫描。华爷急得直扯陆远山的袖子，压低声音抱怨说：“远山兄弟，这老毛子不地道啊，拿咱们几大车好酒好肉换这一堆破烂。”陆远山没吭声，脑子里叮的一响，系统雷达直接扫了过去，眼前弹出一块光幕，系统提示目标是苏制旧车床，状态为主轴严重变形，齿轮箱报废，没有维修价值。一连扫了5、6台机器，全是废铁。伊万这时候晃晃悠悠走过来，一巴掌拍在生锈的机床上，砰砰响，竖起大拇指，扯着嗓子吹牛说：“中国兄弟，这可是好东西，重工业的宝贝，换我们的货，我们赚大了。”陆远山心里冷笑，
转个屁，真拿老子当收破烂的了。他刚想翻脸，系统雷达的红光突然穿过废旧机床，死死锁定仓库最深处一个黑漆漆的角落，那里盖着张破帆布，落了厚厚一层灰，看着像个小山包。光幕再次弹出提示，目标为卡马斯5320重型卡车，状态8成新，故障原因是火花塞严重老化，油路轻微堵塞，电瓶亏电。修复方案是更换火花塞，疏通油路，搭电启动，预计耗时30分钟。陆远山心头猛跳，眼睛立马亮了。卡马斯重卡，这玩意在80年代可是绝对的硬通货，拉货跑长途的极品，国内有钱都买不到。一辆8成新的重型卡车开回国内，转手就能卖个天价，起码是这趟带过来的货的10倍以上，简直血赚。他硬压住心里的狂喜，故意装出10分嫌弃的样子，走上前直接踢了一脚那台机床。陆远山说：“1万老哥，你这就没意思了。”指着机床，语气发了：“这主轴都弯成麻花了，里面的齿轮也全崩了牙，你拿这堆废铁糊弄我？”1万脸色一僵，眼珠子转了转，还想狡辩，说：“不，兄弟，这修一修还能用。”陆远山直接打断他，说：“修个屁，这玩意拉回去当废铁卖，都不够我雇车拉货的运费。华爷，咱们走，货不换了，拉去别的哨所问问，我就不信好酒好肉换不到好东西。”说完，陆远山拉起华爷做事往外走。华爷吓了一跳，虽然不想要废铁，但大老远跑来再拉回去更亏。不过他也是老江湖，看这架势立刻明白是在砍价，赶紧跟着嚷嚷说：“对，不换了，老毛子太不实在，走，上车。”1万一听急眼了，这冰天雪地的，大半年没见着新鲜蔬菜和好酒，刚才闻着二锅头的味，口水都快下来了，哪能放过这块肥肉？1万跑过去，张开双臂拦住两人，搓着手赔笑脸，说：“等等，兄弟，别急嘛，那你说怎么办？咱们可以商量吗？”陆远山停下脚，装作为难的叹口气，眉头拧成死结，说：“行吧，看在咱们是朋友的份上，这堆破机床我勉强收了，但你得给我加点甜头，不然我回去没法跟底下的兄弟交差。”1万一听有戏，脑袋点得像小鸡啄米，说：“行，仓库里的东西你随便挑一件当甜头。”陆远山假装在仓库里溜达一圈，左看右看，最后慢吞吞停在那个角落的破帆布前。陆远山指着帆布底下巨大的轮廓，一脸随意的说：“就这个吧，看着挺大，拆了当废铁应该能多卖几块钱回点本。”1万愣了一下，走过去一把掀开帆布，哗啦一声灰尘飞扬，呛得人直咳嗽。一辆军绿色的重型卡车露了出来，车头霸气，8个大轮胎粗壮结实，只是车身落满厚灰，像停了好几年没动过。1万突然捂着肚子大笑，眼泪都快出来了，指着陆远山说：“中国兄弟，你眼光真好，这辆破车停在这快2年了，发动机彻底坏了，连我们最好的修理工都修不好，你要它当废铁？行，送你了，你只要能弄走，它就是你的。”华爷在一旁急得直跺脚，凑到陆远山耳边咬牙嘀咕：“远山啊，你要这破车干啥？咱们那几辆小货车根本拖不走它，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老毛子都说了是废铁。”陆远山拍拍华爷胳膊，给了个放心的眼神。陆远山转头看着1万大声说：“1万老哥，痛快，那咱们就说定了，机床加上这辆卡车，换我外头那些货，签个字画个押，免得反悔。”1万生怕陆远山反悔，赶紧拿纸随便写了几句俄文，两人按了手印。1万迫不及待招呼手下出去搬酒肉，老毛子们乐呵呵的跑去外头卸货。华爷看着那辆大铁疙瘩，愁得直揪头发，脸皱成了苦瓜。“远山兄弟，你平时挺精明的，今天怎么犯糊涂了？这玩意咱们怎么弄回去？雇人拖回去的钱比这破车本身都贵。”陆远山笑了笑，眼神透着亮光：“华爷，你把心放肚子里，这可是个大宝贝，不用拖，我把它开回去。”华爷瞪大眼睛，像看疯子一样看着陆远山，声音都变调了：“开回去？老毛子都说了发动机坏了，你拿嘴开啊！”陆远山没解释，直接转身走到自己开来的小货车旁，从驾驶室底下摸出个大铁皮工具箱。他拎着箱子回到重卡前，利索的踩着保险杠爬上车头，一把掀开沉重的引擎盖，一股刺鼻的机油霉味冲出来。陆远山按照系统提示直接拿扳手开干，他麻利拆下发动机盖板，找到火花塞位置，拿手电筒一照，果然8个火花塞全黑了，结了厚一层硬积碳，早就打不出火了。陆远山冷笑，就这毛病也敢说发动机坏了？老毛子的修理工估计是天天喝多了伏特加，连这么简单的毛病都没查出来。他从工具箱翻出8个新火花塞，拿套筒扳手3下5除2全给换上，接着修油路。陆远山拿破布垫在地上，钻进车底找到油管连接处，拧开螺丝，一股黑乎乎的杂质混着汽油流出来，油管被劣质燃油里的泥沙彻底堵死了。他拿根细铁丝顺着油管狠狠捅进去，来回抽拉几下，噗的一声，一股清澈的燃油猛地喷出来，溅了他一手。油路通了。陆远山接好油管，拧紧螺丝，从车底钻出来拍了拍灰。停了2年的车，电瓶肯定早饿死了。陆远山转头冲华爷喊：“华爷，把咱们那辆小货车开过来。”车头对准这辆大卡车的车头，华爷满脸疑惑照做了。陆远山扯出2根粗大的搭电线，一头夹在小货车电瓶上，另一头稳稳夹在重卡电瓶正负极上。陆远山大喊：“华爷，踩油门，轰2脚！”小货车发动机转速提起来，电流顺着搭电线源源不断冲进重卡电瓶里，整个过程一通忙活，连30分钟都没用上。这时候1万正指挥手下把最后一箱二锅头搬进屋，他手里拿着瓶已经拧开盖的二锅头，转头看见陆远山满手油污在摆弄破卡车，大声嘲笑：“中国兄弟，别白费力气了，过来喝酒吧，那车就是一堆死铁，上帝来了都修不好。”华爷爷苦着脸走过来，递给陆远山一块毛巾：“远山，算了吧，实在不行咱们把那几台机床拉回去，好歹能卖点钱，这车扔这就扔这吧。”陆远山接过毛巾随便擦了擦手，没接茬。他拔掉搭电线，拉开沉重的车门，一踩踏板直接坐进驾驶室。车厢里一股发霉的旧报纸味，他伸手摸向方向盘旁边的点火开关，车钥匙居然插在上面落满了灰。陆远山深吸一口气，紧紧握住钥匙，猛地往右一拧，咔咔咔，启动机发出沉闷的摩擦声，像老人在剧烈咳嗽，咳了几声就没动静了。1万在远处灌了口酒，笑得更大声了：“听见没有？
他已经死透了，别折腾了。华爷在车底下叹口气，连连摇头。陆远山没松手，死死盯着仪表盘。他知道油管刚通，油还没完全蹦上来。他继续死死拧着钥匙，脚下猛地把油门踩到底，咔咔咔，嗡轰，一声震耳朵的咆哮突然在空旷的仓库里炸开。重卡排气管猛地喷出一股浓烈黑烟，直冲房顶。紧接着，发动机发出平稳强劲的轰鸣声，整辆庞大的卡车微微颤抖，像一头沉睡的钢铁巨兽彻底苏醒。重卡的轰鸣声中，华爷看傻了眼，老毛子也呆住了。陆远山双手死死握住方向盘，嘴角一咧。伊万手里的伏特加酒瓶子啪的掉在水泥地上，摔得稀碎。他蓝眼珠瞪得溜圆，嘴巴张得能塞进个鹅蛋。华爷从车底下钻出来，满头满脸都是黑油和灰尘，连眉毛都糊住了。他顾不上擦脸，兴奋地直拍大腿，扯着嗓子喊：“远山，真他娘的活了！你小子神了！”陆远山坐在驾驶室里，听着发动机平稳有力的动静，心里彻底踏实了。他熄火推门跳下车，随手拍了拍灰。他走到伊万跟前，盯着这老毛子的眼睛，笑着问：“老伊万，刚才的话算数不？这台车还有后头那一堆废钢材，几箱二锅头换了？”伊万脸憋得通红，像个熟透的西红柿。这可是重型卡车，修好了能卖大价钱。他心疼得直滴血，支支吾吾想反悔。这个朋友，刚才那是开玩笑的，这车少废话。华爷眼睛一瞪，直接打断：“老子刚才听得清清楚楚，一口唾沫一个钉，你还想赖账咋地？”伊万看着陆远山那挑着眉毛的眼神，知道今天栽了。他咬着后槽牙，竖起大拇指：“你厉害，车开走，刚才拉走，算我倒霉。”陆远山不含糊，马上招呼华爷带来的人手干活。10几个小伙子光着膀子喊着号子，把仓库里落满灰的特种钢材一根根抬起来，全装进重卡宽大的车斗里。这还不算完，华爷转头去了旁边仓库，跟另一个老毛子讨价还价，最后用几件军大衣和几箱罐头换了整整半车厢的上好水貂皮和狐狸皮。重卡装得满满当当，后车厢的帆布盖得严严实实，轮胎都压瘪下去一块。陆远山坐进驾驶室，挂档、松离合、踩油门，一气呵成。这头庞大的钢铁巨兽喷出一股黑烟，轰隆隆开出仓库，直奔边境口岸。3天后，北岭镇大清早，镇子主街上冷冷清清，地上结着厚白霜，几个卖早点的小摊冒着白气，摊主揣着手直跺脚。地皮猛地开始打颤，轰隆隆，一阵低沉的发动机声从镇口传来，声音越来越大。镇的路边白杨树上的积雪簌簌往下掉，窗户玻璃都跟着嗡嗡响。街坊邻居全跑出来了，林场刚下夜班的工人也停下脚，伸长脖子往镇口看。一辆军绿色的重型卡车像座移动的小山，撵着冰雪路面开了过来，车轮子比半大孩子都高，车头宽大霸气，前面带着粗壮的防撞钢梁，车斗里盖着厚厚的军绿帆布，鼓鼓囊囊，一看就装满了重货。有人喊了声：“哎呦我去，问这啥车啊，咋这么大个？”旁边人说是老毛子的重卡吧，这玩意儿拉货可得劲了，得值老鼻子钱了。人群炸开了锅，全跟在卡车屁股后头看热闹。卡车一路开到镇中心供销社门口的空地上，缓缓停下。吃气闸放气声响起，车门一开，一只穿翻毛大头鞋的脚踩上踏板，紧接着一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跳了下来。周围一下安静了，连掉根针都能听见，所有人都瞪大眼睛不敢相信。林场的老厂长端着个搪瓷茶缸，经得手一抖，热水洒在手背上都没察觉。以前在林场，陆远山就是个背黑锅的穷小子，谁都能踩一脚。后来辞职单干，不少人还在背后笑话他瞎折腾，说他早晚得饿死。现在人家开着比楼房还霸气的重卡，挺着胸脯回来了。陆远山没理会周围人不敢相信的眼神，他大步走到车尾，一把扯开盖在上面的帆布。冬日阳光一照，车斗里满满当当的特种钢材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旁边还堆着一包包油光水滑的上等皮草，毛色亮得晃人眼。人群里倒吸凉气的声音响成一片，有人喊我的老天爷，问那是特种钢吗？这一车得卖多少钱？又有人说你看那皮子，全是真货，这哪是一车货，这简直是一车金山啊！华爷坐着小吉普也跟在后头到了，他一下车就乐呵呵的给围观的人发烟，请各位让让啊，别挡道，我们这要卸货了。老厂长挤上前，干笑着套近乎，说远山啊，你这买卖做大了啊，这些钢材咱们林场正好也缺。陆远山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打断说不好意思，这些货都有主了。老厂长碰了一鼻子灰，尴尬的退了回去。周围人看陆远山的眼神全变了，那是实打实的服气。货刚卸完，消息就长了翅膀一样传遍全县，这些特种钢材县里的国营机械厂正愁买不到，厂长亲自带着财务，提着2箱子现金连夜跑来，看了一眼货，二话不说直接拉走，价格给的比市面上还高出2成。皮草更不用说，华爷一个电话打给南方的老主顾，人家直接带人带钱坐火车过来，验完货当场拍板全包了。晚上，陆远山家的小院里，屋里烧着热炕，暖烘烘的，炕桌上一沓一沓的10元大团结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把昏黄的灯泡光都映得红彤彤的。陆远山和华爷盘腿坐在炕上，一人点了一根红塔山。华爷吐出一口烟圈说：“远山，这趟咱们算是彻底翻身了。”华爷眼睛直勾勾盯着桌上的钱说：“这钱刨去本钱，剩下的咱们5-5分。”陆远山摇摇头，拿起一沓钱扔在桌上说：“华爷，渠道是你找的，本钱也是你出的大头，我拿3成就行。”华爷眼珠子一瞪，急了说：“放屁，没你那修车的本事，咱们连个车轱辘都弄不回来。在老毛子那边，要不是你镇住场子，这货也拉不回来。听我的，必须5-5分，少1分都不行。”两人推让半天，最后陆远山收下了一半的钱，这笔钱够在镇上盖好几排大瓦房了。华爷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凑近点压低声音说：“远山，我有个想法，咱们现在手里有钱有渠道，还有那台重卡，咱不能总当倒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是长久之计，咱得干票大的。”陆远山抬头问：“怎么干？”华爷一拍大腿说：“开公司，正儿八经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咱们把盘子做大，把周边的货源全拢到手里，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龙北国际贸易公司，你当大老板，我给你当副手，专门跑外联和销路。”陆远山看着桌上的钱，脑子里闪过这些日子的摸爬滚打，从被冤枉偷木头
到深山采猴头菇，再到现在跨国倒腾钢材，单打独斗的时代过去了，想站稳脚跟必须正规化。陆远山一拍桌子说行，咱就干个公司，明天就去办手续租门面。半个月后，北岭镇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一栋刚翻新的2层小楼张灯结彩，门口摆满大红花篮，楼顶挂着一块巨大的红木招牌，写着8个烫金大字：龙北国际贸易公司。今天是剪彩开业的日子，镇上的人几乎全来了，把路口围得水泄不通。锣鼓队敲得震天响，两头武士在门口上蹿下跳。陆远山穿着一身崭新的黑呢子大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皮鞋擦得锃亮，站在门口迎客。华爷穿着西装在旁边忙前忙后招呼。2辆绿色的北京吉普车开过来，停在公司门口，车门推开，县里的2位大领导亲自走下来。领导大步走上前，双手紧紧握住陆远山的手，满脸堆笑，说：“哎呀，陆老板，恭喜恭喜！领导说你们公司可是咱们县第一家搞跨国贸易的，给咱们县争光了，以后有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围观人群发出一阵惊呼，县领导亲自来给私人老板剪彩，这在北岭镇可是头一回。有人说这陆远山算是彻底出息了，有人应道可不是吗？人家现在是大老板了，跟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陆远山笑着递上烟，说：“领导客气了，以后还得靠县里多支持。”吉时一到，几万响的鞭炮齐鸣，震得耳朵嗡嗡响，红纸屑像雪花一样落了一地。红绸子一剪断，陆远山抬起头，看着那块金光闪闪的招牌，他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林场临时工，而是真正说了算的大老板。他把剪刀往托盘里一放，转过身，大步走进了公司大门。大年初2，外头零下30多度，冻得人直打哆嗦。北岭后山的温室大棚里却热得人直冒汗。陆远山脱了黑呢子大衣，只穿件毛衣，蹲在架子前看猴头菇。棚里一排排军包长得像小伞，白白胖胖，全都是钱。旁边跑来的扎着2小辫的丫头，脸蛋红扑扑的，正是他妹妹小梅。这丫头以前病得风吹就倒，自从吃了老中医配的药，加上家里顿顿有肉，现在壮实的像头小牛犊，在棚里跑来跑去都不喘气。陆远山摸摸她的头笑了，说：“去把你华爷叫来，今天咱们发钱。”大棚外头的空地上早挤满了人，全村老少爷们全来了，一个个穿着新棉袄，手里揣着热乎乎的烤地瓜，眼巴巴盯着中间那张大红木桌子，桌上一沓沓10块钱的大团结，堆得像座小山。陆远山走过去，拿起铁皮喇叭喊，说：“乡亲们，今年咱们承包荒山，搞大棚，又跟着跑了趟边贸，大家伙都辛苦了。今天过年咱们按股分钱。”底下轰的一声炸开了锅，老村长挤在最前面，手都在抖。陆远山拿起账本，念一个名字发一摞钱。陆远山喊到：“赵老根2300，李大柱2800。”赵老根跑上去，双手接过钱，手抖得厉害，扑通一声就要给陆远山跪下。赵老根说：“远山啊，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我家那口子看病欠的债，这下全能还清了。”陆远山一把将他拉起，说：“赵叔，您这是干啥？大家伙信我，把身家性命都压在我这，我陆远山就得带大家过上好日子。”陆远山说：“这算啥？明年我让家家户户都买上大彩电，骑上摩托车。”底下爆发出震天的叫好声，好些个大老爷们边笑边抹眼泪。以前在林场干临时工，一年到头也攒不下200块，现在跟着陆远山干了1年，家里不仅盖了砖瓦房，过年还能顿顿吃上白面饺子。发完钱，陆远山和华爷回到公司办公室，屋里大铁炉子烧得通红，华爷倒了2杯热茶，往沙发上一靠，长舒一口气，说：“远山，这趟咱们算是彻底翻身了，账上趴着大几10万呢。放眼整个北岭，甚至整个县，谁有咱们有钱？”华爷喝了口茶，接着说：“他寻思着，咱们就在这北岭安安稳稳的干，这大棚1年出2茬菇，边贸车队1个月跑一趟，咱们啥也不愁，舒舒服服当个土皇帝，多美！”陆远山没接茬，走到墙边，一把扯下挂着的北岭镇地图，换上一张全国大地图，旁边还连着老毛子的远东地区。他转身盯着华爷问：“华哥，你这就满足了？”华爷愣了一下，放下茶杯问：“咋，这还不够？那王大彪以前在林场多横，现在还在牢里蹲着呢，咱们这日子，这安稳日子，别人做梦都求不来啊！”陆远山走到地图前，手指重重戳在南方一个小圈上，说：“不够，北岭太小了，你看这里，南方的特区那边现在满地都是机会，到处在建厂子，咱们手里的钱在北岭算巨款，放到特区连个水花都砸不出来。”华爷站起来皱起眉头问：“去南方？”咱们对那地方两眼一抹黑。华爷心里直打鼓，那地方哪是咱们能碰的？陆远山笑了，他脑子里那个一直帮他的系统早给他铺好了路。昨晚脑子里叮的一声，系统提示万物解析系统升级完毕，全球商机雷达打开了，雷达面板上清清楚楚亮着2个红点。第一个红点在南方特区有个快破产的电子厂，里面有3项录音机主板专利，现在买跟白捡一样。第二个红点在老毛子那边有个重型机械厂发不出工资，仓库里一堆高精度车床和老古董，正等着拿轻工业品去换。这哪是做买卖，简直是明抢。陆远山指着地图上的边境线，语气很硬：“老毛子那边现在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但仓库里有的是好东西，重型机械、精密车床，甚至古董，咱们用罐头和羽绒服就能把这些宝贝换回来。”他又指向南方说：“换回来的钱和设备，咱们直接砸进特区，买他们的电子专利，开咱们自己的工厂。我要做的不是北岭首富，我要把咱们的货卖到全世界。”华爷听得眼睛瞪得溜圆，嘴里的烟都掉在地上。他看着眼前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猛地一咬牙，华爷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杯直响：“干他娘的！我老金这辈子就交给你了，你说咋干咱就咋干！”大年初5，北岭镇外的公路上整整齐齐停着15辆重卡，这是陆远山用第一波边贸赚的钱，通过系统雷达捡漏买回的2手好车，每辆车厢里都塞满猪肉罐头、2锅头、厚棉服和手电筒，车头绑着大红花，
排气管冒着白烟，发动机轰轰直响，全村人都跑出来送行。小梅穿着红棉袄站在最前面，手里举着个热乎乎的肉包子，大喊：“哥，早点回来！”陆远山冲他挥挥手，转头看向车队，司机们都是跟着他一路打拼的林场老兄弟，一个个冻得直搓手，但眼睛全亮着。陆远山踩在头车踏板上大喊：“兄弟们，这趟出去，咱们可不是小打小闹，咱们要把这车上的罐头换成老毛子的钢铁和古董，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变成南方特区里的高科技。”司机们听不懂啥叫高科技，但他们知道跟着陆老板有肉吃，有钱赚。老李头扯着嗓子吼了一声：“陆老板，支那咱们打啊！”陆远山说了声出发。陆远山拉开车门，钻进头车副驾驶，华爷坐在后排，死死抱着个装满通关文件和几万块现金底子的皮包。老李头挂上档，松开离合，一脚油门踩到底，重卡猛地往前一窜，后轮胎碾在雪地上嘎吱直响。陆远山坐在副驾驶，从怀里掏出张自己画的路线图，上面标记的全是系统雷达扫出的发财点。第一个点，去黑市用100箱二锅头换3台重型车床；第二个点，去废钢厂用500件羽绒服换回1箱金币和2幅油画；第三个点，带着换回来的巨款直接南下，直奔特区，拿下那家快倒闭的电子厂。陆远山看着窗外不断倒退的白桦林，1年多前，他还是个差点被王大彪整进牢里的穷光蛋，现在王大彪在牢里吃窝头，而他手握几10万现金，带着庞大车队直奔边境。车窗外雪越下越大，北风夹着雪花砸在挡风玻璃上，雨刷器来回刮着，老李头猛踩油门，车队顶着风雪一路轰鸣向前。